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一款来自 Mobile Legends 秘密战争系列第二波的一款人气产品密克 Magic。 这款角色呢，很多朋友呢，如果说看了之前大概好几年前的那个新变种人的电影，应该对这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刻。那早在将近8-9年前 Mobile Legends 也出过一款密克，那个是当时 Wargreen 限定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其实当时在美国的入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在国内的行情怎么样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发现其实有一段时间价格还是非常不错。那这款角色呢，简单跟大家做个介绍啊。密克在秘密战争里面主要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过程化的一个角色吧。它没有引起非常大的波澜，但是说实话呢，如果说你看这边的这个介绍，超越者其实对于人性非常感兴趣，所以说它引出了这个密克的第二人格，或者说他体内的邪恶力量。密克这个角色呢，其实在变种人的这个大家庭里面算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啊。他先天是拥有的变种能力跟他后天的战斗表现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他先天的变种能力其实是与这个地狱边境进行链接，然后开传送门。他每次开传送门就有点像是在战锤宇宙里面的亚空间旅行一样，每次无论是开传送门开到哪里，他的中间的中转站都是地狱边境。然后后来呢，他在出生之后呢，在一段时间内就被带到地狱边境，强行去学习这些黑魔法等之类这个东西，以至于他内心呢也相当于有一个类似于恶魔的人格，相当于叫做这个 Dark Child， 就是黑暗孩童这样一个人格。总的来说呢，他算是一个魔法以及变种能力双修的这个女武神型的角色。那他可以通过魔法然后凝聚这个灵魂之剑，同时呢利用地狱边境的能量形成这种恶魔的臂甲。总之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啊。同时呢，他在变种人的关系网里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刚力士的妹妹。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密克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当然手型方面呢，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就没把它完全取出来。一个开掌手型，一个握拳手型。开掌手型呢，它其实是做的一个星龟零件，那作为这个召唤了地狱边境的魔法铠甲的这个手臂，其实这个配置还算是可以啊，比较 OK。但是很可惜啊，就是相比起之前的老版本来说，这个新版本呢，主要主打的还是这个在秘密战争里面的造型。头雕方面呢，用了最新的这个噪点喷印或者说数字喷印的技术，但是素体的躯干部分呢，还是比较老套的这个低可动女性素体。四肢方面做了无孔化的处理，整个观感还是 OK 的。然后头发呢是星龟零件，面雕方面呢跟之前差不多10年前的那个版本应该是同一款面雕，只不过在这个喷印上面用了不同的这个处理方法。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先360的看一下这款玩具的整体表现。身材方面的话呢，因为它年纪比较小，而且本身呢也不是那种非常就是前凸后翘的那种感觉啊，整体的观感呢是比较少女系的样子。但是因为这个不对称设计以及这个齐刘海或者说空气刘海，还有这个长长的金发，个人觉得观感呢是非常不错。那整个面雕我们简单的聚个焦看一下脸部。怎么说呢？这个面雕我觉得有点平平无奇吧。那整个喷印的效果，脸上的红晕以及一些这个颜色的渐变都还算是不错，然后眉毛也是非常细腻。整个观感呢，其实作为一款摆件型凑人数的人偶来说是 OK 的，但是呢，作为一款我觉得应该是主打可动的女性角色，这个素体方面呢确实是比较一般。双段关节的这个手臂，然后这边的平台呢也都是90度，那也就只是这个样子，360度的旋转也没有问题。腰部的可动关节前倾后仰，然后左右非常的局限。那头部呢，
抬头低头呢都 OK， 但是会被自己的这个头发给遮挡住，稍微有些可惜啊。那给它配备的这个武装部分呢，就是这边的这个灵魂之刃，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次灵魂之刃呢，其实跟10年前那个版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涂装方面呢，依旧是有一定的掉漆风险，有这个金色的点缀，黑色的这个刀柄的部分，然后银漆，然后这个是大家都见过的，无论是密克还是这个灵蝶，都会配置的这个特效件。这个特效件呢，反正也都是老演员了，套上去之后呢，就有一种魔法灵能缠绕的感觉。那这边呢，也只给了一只握持手，然后一把武器啊，就比较的素，就是非常的素啊，没有说像之前那个单盒限定的那个版本给那么多配件，让人就是玩到爽的感觉。那毕竟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单盒，也相比起限定版来说的话呢，配置方面有些减少呢，也是可以理解。那这款玩具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喜欢密克然后凑角色来说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应该算是就是闭眼入，或者说你跟我一样直接买一套的话呢，这款角色也就包含在里面。但现在呢，就是单盒的价格呢是突破了预定价格一丢丢的，那主要是看大家对这款角色有没有爱了。然后另外的一个配件呢，就是大家都有的这个闪卡，这个闪卡呢其实也算是这一套里面闪卡里面最逆天的，它就只有一个表情的变化，就是露齿微笑和这个严肃脸的这样一个变化，非常可惜啊。再加上它这个盾牌的玩法，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就放到一边去。关键呢还是要去做这个横向对比。那10年前的密克啊，你看它配件非常丰富，而且我还没把所有的配件装上去。然后今年的这个密克，我觉得今年密克如果说带上这把大宝剑双持的话呢，会更加爽朗一些啊，就看起来就是诚意度比较高。你看之前的这个全装备的地狱边境铠甲啊，这个模具，然后和现在的这个新规模具，我个人觉得观感上还是有所差距。虽然可动性方面升级成了双段关节，但是之前的老版本依旧扛打，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对于密克的印象，或者说初印象呢，都是这个我左手边的这个版本啊，应该是更加惊艳一些。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头雕的建模，其实你光从这个模具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同一款模具，就是这个脸雕，只不过发型方面，之前的这个发型呢是一个纯肉色打底，然后用干扫的这个技法去扫上了一层这个黄色。我觉得当时来看的话呢，也是非常大胆、很有立体感的做法。包括呢，当时的这个地狱边境全装备的这个套装皮衣非常哥特，以及胸口的这个开窗。个人觉得呢也都是非常精彩。那相比起这个全紧身衣的这个感觉呢，那确实呢这一次的版本如果跟以前比的话呢，稍微有些逊色。当然每一款玩具的定位不一样，限定版呢毕竟是比较贵嘛，然后呢整体的配置呢也都拉高了一点。那这个版本呢，说实话，如果说你非常喜欢密克的这个面雕和这个角色的话呢，可以冲。但是呢，如果说是完全无感，或者说对这个角色呢知之甚少的话呢，我觉得以他目前的这个产品力啊，然后以及可动素质来说呢，那确实是一个类似于集卡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收集人物的这样一个性质了。那今天把我分享就到这边。我觉得这款玩具啊，简单掰了一圈之后呢，说实话，颜值方面尚可，但是绝对不是那种一流顶流的那种颜值。但是奈何就是他这个角色就是不对称的设计，然后再加上这个金属的这个铠甲一覆盖这个手臂，导致他随便摆一个造型呢就很飒、很帅、很帅气啊。然后包括呢，他这个靴子的这个可动也是可以去进行旋转的，就是小腿部分。所以说呢，即使说这个胸腰关节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整体呢摆造型呢还是不落下风的。你如果喜欢这种魔法系女战士，或者说对密克很感兴趣的话，冲一波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后续的话呢，我希望官方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以这个更新规的素体，比如说高可动素体去重置一下这款 Wargreen 限定版的这个密克，或许是大家就是广大玩家的真正诉求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我会给到一个8分的分数，其他的2分呢扣在哪里大家也心知肚明了。那今天就是这样，喜欢这个频道的话不妨点点赞、点点关注，支持一波Toy Hunter 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